参见皇后。段仆爷，你可知道这是交房殿？带人进我殿门，竟摆这等架势，好大的胆！臣只知皇命，其他一概不知。皇命？什么皇命？魏夫人中毒，危在旦夕，皇上下令要搜宫，查出谋害魏夫人之奸邪。谋害魏夫人的人不是早已落网了吗？为什么还要查？皇上英明，早知一寒无辜，是有人要转移目标，栽赃嫁祸。皇上将计就计，让主谋疏于防范。原来如此，皇上心思好细腻。好啊，要搜你们就搜，本皇后不怕你们搜。若是我交房殿搜不出你们要找的东西，那本皇后今天所受的屈辱，会向皇上和皇太后讨回。到时候，你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脱身。皇后放心，臣不是来搜宫，臣是来守宫，守住交房殿的每一个人，以保护皇后的安全。如果真有人以蛊毒害人，物证肯定不会放在身边，药方也一定会放在最安全、最没有人怀疑的地方吧。搜得好仔细呀！来，谁过来，将哀家也搜一遍吧，看哀家身上有没有藏了毒物，要害皇帝的宠妃。母后息怒，主谋可能以为陛下断然不会搜母后住所，也许会将毒藏于这宫里。这里若真有毒物，母后不慎误碰，会有危险。儿臣也是担心母后的安危。别说的那么好听，还不是为了那个魏夫人？那么多的禁卫，在哀家宫中大肆搜查，这要是传了出去，哀家这皇太后还有何颜面？哀家宫里的人是绝对不会做出这等恶行的。谁敢在这长辛殿中藏毒？回禀陛下，臣在皇太后的内侍陆行尊中找到这尊药液，臣怀疑这就是毒害魏夫人之物。荒唐！那陆行尊是哀家寝殿里的珍藏，从来没有人敢碰，何来毒液？是不是有人想嫁祸于哀家，陷哀家于不义呀？能在母后寝室内藏毒的，必然是能经常进出寝室的人，就是他。翠儿，不会吧？求陛下饶命，奴婢也是逼不得已，都是听命而为啊！皇太后，皇太后饶命啊！我全都照，千万不要用刑，不要用刑！翠儿已经供出了是你下的，何须你照？朕只想要一样东西，救魏夫人的解药。原来要的是这个呀！你能下毒，必有解毒之药。陛下要的解药就在当中。这个是解药，也是镇毒，毒中之霸，喝下七孔流血，立刻毙命。这个也可以是解药，
同时也是必要。乱于真气，避而不仁，服后无药可救。你是戴罪之身，少跟朕耍花样。这里的药皆相生相克，可以救人，也可以杀人。如何运用，只有我懂。陛下如果杀了我，那魏夫人就必死无疑。我可是不能受惊吓的，我怕我记不清哪一瓶才是解药啊！好啊，那朕帮你记清。你配制的蛊毒，想必自己都没有尝过吧？如今你必须记得，哪一瓶是解药了。拿你的解药出来服下吧。就算我拿出解药，也会被陛下赐死。既然如此，我又何必自救？就让魏夫人陪葬，岂不更好？你这妖女，果然歹毒。陛下英明，小女子我就是靠歹毒心肠活命的。如果要我的解药，那我也跟陛下要一样东西。说，我要陛下的金书铁券，免我死罪。杀我还是赦我，全凭陛下旨意。但魏夫人与我的性命，孰轻孰重？陛下不难做决定吧？好，只要你的解药能救魏夫人，朕就免你毒害魏夫人的死罪。君无戏言。段宏，在。朕这佩剑你拿着，若朕出尔反尔，就让朕以身服剑。诺。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见证，快把解药拿出来！陛下，你累了，还是先吃点吧。不吃。陛下，龙体为重，夫人刚服了解药，药力起作用也需时啊。虚实。他痛也痛过，吐也吐过，什么脏物毒血，已经吐得无力再吐，为何仍是毫无起色？难道是那妖女行诏？是朕亲手把毒药喂给了子父，把他送上了死路。子父，你答应过朕，妻宜偕老，你要守承诺。子父。陛下，臣妾谨遵王命，奋力求存，知君之手，与君偕老。
夫人服了解药，已无大碍。既然陛下答应，欲赐我金书铁券，免我死罪，那就请陛下放我走吧。放，当然要放。把楚服收押待刑。君无戏言，陛下答应过免我死罪，言犹在耳啊。朕当然记得答应免你毒害魏夫人的死罪，以换取解药。朕一定会守信的。既然如此，你毒害魏夫人可以逃得一死，可如今，朕要治你另外一条死罪，就是你教唆皇后在紫金汤里对朕下迷药。什么迷药？什么汤？我不知道陛下在说什么。休想抵赖！段宏，皇后的紫金汤中查出了什么？回陛下，太医令再三查验，证实紫金汤中的确含有西域米囊花。此物若少量用药，可解痛患，但因含毒性，长期服用则会成瘾，中毒伤身。我虽曾对魏夫人下过毒，难道全天下的毒就都是我下的了？那要看刑具之下，是否能找出竟敢向皇上下药的真凶。陛下是明君，不会屈打成招吧？通常是不会的，但对于那些心如蛇蝎、下手狠辣的人，朕倒想看看他们吃苦受罪、生不如死的样子，以泄朕心头之恨。来人，在！陛下一定想知道谁是主谋。我告诉陛下，将功赎罪，求陛下免我用刑。朕不想再见到你，让你死100回1000次，也不足消朕心中怒火。是御史，臣张汤在。孤女楚服，毒害天子，恶行昭昭，罪不可赦。定是腰斩。诺。腰斩！我的腰啊，疼死我！给朕压下去！不要啊！不要！陛下圣安。免了。奸恶毒妇之礼，朕受不起。我大汉后宫竟出巫蛊祸乱，今日朕就要拨乱反正，除奸惩恶。太史令，臣在。你等史官负责记载历史，千秋功过，不得含糊。你们就秉持公正，给朕好好记下今日殿中一事一物、一言一行，以存后世，以儆效尤。诺。好，陛下也不召开廷议，就想枉加罪名于功臣身上吗？我倒想看看当今天子如何对待他的亲姑母，又是如何对待有功之臣。太史令，你可要将这些一字不漏地给我记下。想不到姑母还能如此理直气壮，朕倒想听听你口中的是何道理。有功者自有道理。天在看，史鉴在存，只怕你口中的功抵不过你犯下的罪。我功盖9天，何罪不能容？想起先帝在位，上有太子，下有兄弟10数人，若非我运筹帷幄，排除障碍，当今天子又怎能登上帝位？
第一宫，继承大统，辅主登位。进。好一个辅主登位，可惜有功亦有过。正因窦太主持功跋扈，动辄扰乱宫事，目无君上。第一过，居功压主，视为不忠，给朕记。陛下16岁登基，亲王中多有虎视眈眈、觊觎帝位者，全仗我这个姑母联系亲族，力压诸王，才有陛下的今天。第二宫，匡扶幼主，安定社稷，给我记！陛下的祖母窦太皇太后双目不灵，待我这个女儿细心照料，替其分忧。第三宫，东宫扶正，为母分忧，记！太皇太后贤德公正，为保你这个女儿，却多次无奈地为你掩饰恶行。瑞吉身死，卫青被抓，都跟你脱不了关系，更别说你在外巧取豪夺，在内干预朝政。太皇太后干父骂名，都一一亲情宽容。第二过，上母亲御，视为不孝，记！你筹谋毒计，与皇后同谋，为争宠残害嫔妃，又推罪于他人。第三过，害人谋私，不仁不义，记！为姬邀妹，恃宠生骄，我的所作，我的所为，全是为了敬君侧，保后宫之安宁。你保的是你自己的安宁，以巫蛊害人，在朕的饮食中下药，事到如今，还能振振有词？母亲，段宏，那巫蛊案到底实情如何？你说。刚才窦太主句句铿锵，功比天高，臣只怕直言会被诬议论功臣。朕今日叫史官到齐，就是要真相大白。刚才有人恃功犯言，你又何惧直奏佞臣？那臣只有直言无惧。窦太主与皇后指使巫女楚服，以蛊毒加害魏夫人，令她神志失控。臣斗胆问一句，窦太主，良知何在？可有想过三位公主会因母亲病发而受伤害？那就是谋害皇义的大罪。当日皇上就曾被魏夫人病发失控所伤，那就是谋害天子，大逆不道的死罪。这些全是楚服与仆婢的供词，绝大多数都是说被窦太主及皇后权势所迫，身不由己，罪证确凿。窦太主是否要臣一一在殿上朗读？不忠不孝，不仁不义，你的罪过仅荆楚之竹，犹不能恕，还敢自诩有功，你是功不抵过。太师令，记！这一字不漏地记于石剑之上。好一句功不抵过！就凭陛下所言，我毕竟还是有功的，那就请陛下把我所有的功算到皇后身上。过，我一个人当，千错万错，都是我一个人的错。皇后心性单纯，是我这个母亲逼我女儿做出种种犯言逆上之事。母亲，臣甘心伏法，请陛下饶恕皇后死罪啊！母亲，是母亲不好，连累了你，强要你争气争宠，才落到今天如此地步。不是的，你就让母亲为你做最后一件事。陛下，恳请陛下赦免皇后死罪。就算皇后在汤水中下了点药，也只是想留住陛下在身边。
对陛下情深一片，绝对没有丝毫谋害之意呀！请陛下念在跟皇后多年夫妻情分之上，别跟朕提情分。夫妻若有情，何以不知铁面君心？夫妻若有情，何以却以阴谋相待？陛下，不是的，你母女二人为祸后宫，罪无可赦，该杀！